坦率地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问题。所谓音乐，就是按照某种节奏依次连接不同频率的声音，而人耳是一种非常灵敏的机械波感受器，并不是随便两个声音连在一起就能觉得好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两个声音的频率接近简单的整数比，那它们接连奏响就比较好听。最简单的比例当然是1:1和1:2，但这未免太单调了，我们想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广阔的天地。幸亏声音的频率直接反比于弦乐器的弦长，或者管乐器的气柱长，所以通过打孔或者改弦，人类很早就开始研究声律法了。比如我们很早就介绍过毕达哥拉斯学派的5度相声律，他们首先考虑了3/2的情况，先取某个长度的琴弦作为基准，当做 C， 减掉 C 的1/3得到了 G， 然后延长 G 的1/3得到 D，再减掉 D 的1/3得到了 A， 再延长 A 的1/3得到了 E， 再减掉 E 的1/3就得到了 B。 这样每次减短都是纯5度，而每次延长都是纯4度。新生成的5个音连同最初的 C 相邻两个频率的比例都是9:8，但 B 和下一个 C 的频率比例是256:243，相当于预期的8%的一半。但是 E 和 G 之间缺一个音，那就给下一个 C 延长一半，就得到了 F。F 与 G 的比例也是9:8，与 E 的比例也是256:243，可以说很不简单了。就这样，西方人得到了最初的7个音阶，也就是日后钢琴上的白键。无独有偶，中国人也给主管加1/3或者减1/3，即所谓的3分损益法，从中调开始得到了商角徵羽4个音，而放弃了最后2个有些叛逆的 B 和 E。 但是在古典时代，西方数学长于几何，而东方数学长于算术，中国人尝试了更加极端的3分损益。据《史记》记载，取9981为基本长度，定名为黄钟，也就是 C， 由此开始连环3分损益，得到了硬钟，也就是 B， 仍不停下，而后得到了蕊宾，也就是升 F， 继续损益，最终产生的青黄钟长度大约是 39.9548， 这比理想的半个黄钟 40.5 还差一点，但也无可奈何。同时这也产生了5个变化的音。当西方人在文艺复兴时代做出同样的计算时，就把这几个音制成了小键琴和大键琴的黑键。但5度相生律毕竟古老，它的缺陷非常严重，7个基本音只有纯5度和纯4度一种和谐关系，其余大3度都是64分之81，小3度是27分之32，都不是简单的整数比，严重限制了音乐的可能。欧洲人尝试了很多修正法，一种称为纯律的做法是给 E 的弦长做了些微小的调整，乘上了81分之80这个很接近1的数字，使得 CE 大3度成了5/4，EG 小3度成了6/5，用类似的方法修改 A 和 B， 但这也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不和谐仍然显著。另一类稍好的做法称为中庸律，就是让5度变得平均，把这些不和谐分摊掉。比如将5度相生律的生成系数2/3这个和谐的简单分数换成5的4次方根，大约是 1.4953， 这样纯5度的变化不甚剧烈，而大3度和小3度都将变得和谐。这类实践在16世纪以后的欧洲丰富起来，和声乐理因此迅速发展，效果华丽讲究对位的复调音乐渐入佳境。与此同时，中国人算术的功力更加精湛出众。既然5度相生律让人们养成了将2倍的频率分成12份的习惯，那么最理想的条件下就应该将这12等分构成等比数列。这个比值显然是2的12次方根，一个无理数，本来就不能以简单整数表示，这就是5度相生律和纯律那些瑕疵的来源。而中庸律已然摸到了门道，所以好用很多，只是算术不够强大。于是在万历12年，东方百科艺术全书式的人物朱载堉用算盘硬生生精确计算出了2的12次方根的25位小数，推算出了全新的12平均律。2的12次方根虽然是个无理数，但它的两比值却非常接近5度相生律的简单整数比，让人耳难以察觉，同时又排除了5度相生的瑕疵。这种无懈可击的生律法经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介绍给了法国著名的数学家梅森，写进《宇宙和谐》，这或许给欧洲音乐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启发，研究如何将无理数的不和谐均摊在所有的音上。巴赫因此创作了精湛的赋格与卡农，将巴洛克音乐推上了空前的高峰。再后来有了更加准确的钢琴，欧洲的音乐才渐渐有了今天的模样。我是刘大可，欢迎转发支持我们。想要看到更多内容，请在微博、微信、哔哩哔哩、知乎、极客、YouTube 搜索后浪博物馆关注我们。欢迎留言，我会尽可能回复。感谢收看，下期节目再见。